小伙一覺醒來，居然聽到了姐姐的心聲，可緊接着卻從姐姐那得知了一個驚天的秘密：我可是在你身上綁定了健康互換系統，你拼命鍛鍊的結果會轉移給顧元廷，而胡吃海喝的元廷則會讓你變成一個人見人厭的死胖子。小伙這才明白，姐姐竟是害得自己長胖的罪魁禍首。而姐姐這麼做不僅是為了給養弟弟換上一副好身體，更是想用系統把小伙養廢，讓他沒法與自己競爭家產。原來小伙高中時本是個品學兼優的校草，可剛上大學1個月，他卻成了個200斤的大胖子，就連自己引以為豪的學習成績也從全校第1跌至倒數。為了擺脫這種窘境，小伙每天拼命運動，努力學習，可結果卻是越運動越胖，越學習越差。直到今天，他才得知一切都是姐姐在作祟。好在小伙有個愛他的女友，即使自己長胖，成績下滑，女友也都毫不嫌棄的每天陪他補習功課。可就在這時，小伙卻也聽到了女友的心聲：我和元廷自小一個孤兒院長大，為了他，我給你綁定了學習互換系統，你越是拼命學習，元廷的成績就越好，而你只會變成一個又胖又笨的學渣。小伙這才發現這裡面竟也有女友的手筆，怪不得養弟弟每天吃喝玩樂不學無術，成績卻從倒數成為了全校第1。沒想到女友也跟姐姐一樣，表面虛情假意，背地裡歹毒至極。就在這時，姐姐又抓起小伙，督促他趕緊鍛鍊，而小伙則是直接一把甩開，聲明自己要開始擺爛。姐姐聞言當即氣急敗壞地給了他一巴掌：不能讓你擺爛，否則元廷會遭到系統反噬，失去健康的身體。我擺爛，系統會反噬顧元廷。於是小伙更加堅定了自己要擺爛的決心，還讓姐姐別多管閒事。看到小伙居然敢頂嘴，姐姐氣得就要動手打人。可這時女友卻連忙上前攔了下來，表示3天後就是奧數競賽了，當務之急是讓小伙專心複習，幫養弟弟拿下第1名。於是女友又擺出一副體貼的模樣，提出要幫小伙輔導功課。然而小伙卻無視了女友，直接起身離開了。見此一幕，幾人都感到有些驚訝。可很快姐姐就認為小伙一定是餓暈了才敢這樣忤逆自己，女友也認為這就是小伙欲擒故縱的手段。真是給他臉，等你回頭求我的時候，看我怎麼收拾你。另一邊，小伙為了驗證養弟弟是否會真的遭到反噬，一向從不吃辣的他直接往碗裡放了整整1瓶的辣椒。果不其然，他剛吃沒幾口，遠處的養弟弟就感到一陣身體不適，走上前來，看到小伙居然在吃辣椒，弟弟瞬間激動的阻攔：我吃辣椒跟你有什麼關係啊？我是在關心你，大姐她手術，你胃不好，怎麼能吃這麼多辣椒呢？我要吃什麼她管得着嗎？我不但今天吃，明天吃，以後天天這樣吃。說罷，小伙又繼續大口大口地炫了起來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養弟弟就開始腹痛難忍，放起了臭屁，緊接着又馬不停蹄地跑去了衛生間。就這樣，短短1頓飯的時間，養弟弟居然跑了10幾趟的廁所。可就算養弟弟拉到虛脫，小伙也沒有停下來的意思，又舉手點了一碗更辣的。見狀，養弟弟當場就被嚇得跪在了地上。我才稍稍擺爛，他就遭到了系統嚴重反噬。看來想奪回自己的健康，我得加速擺爛。而在懲戒完養弟弟後，小伙接下來又開始針對起了惡毒姐姐。他不僅要讓姐姐失去繼承權，更是要讓她連現在的總裁之位都保不住。於是小伙直接一通電話打給了父親，告訴父親自己改變主意，決定接手家業。聞聽此言，電話那頭的父親瞬間大喜過望：你大姐從小就固執，又沒有格局，不適合擔任集團的總裁。等競賽結束了，爸就宣布你為顧氏集團真正的继承人。轉眼很快就到了數學競賽這天，看到小伙準時出現在了考場，姐姐瞬間鬆了一口氣，認為小伙声稱的擺爛果然不過就是嘴上說說而已。於是他又開始敲打起了小伙，讓他這次考試務必認真對待，否則自己就再也不認他這個弟弟。而女友也威脅到，如果小伙考不好的話，就跟他分手。就連養弟弟也在開考前再三嘱咐小伙：大哥，你一定要好好考，到時候静静和大姐那邊我帮你说。怎料下一秒，小伙却直接倒頭就睡，這可把一旁圍觀的姐姐和女友給看傻了。養弟弟也急得連忙勸說小伙，可小伙卻冷冰冰地回了一句：自己睡覺關他什麼事。見狀，養弟弟也只好硬着頭皮靠自己答題。然而沒了小伙的加持，養弟弟整篇試卷根本沒幾題能看懂。直到考試最後10分鐘，養弟弟徹底坐不住。大哥，還有最後10分鐘，你怎麼不寫啊？該不會一題不會吧？競賽時間不允許交頭接耳。無奈之下，養弟弟也只好提前交卷。臨走前，氣不過的養弟弟還向小伙放出狠話，說他到時候考0分被姐姐罵了，自己可不會幫他說話。可沒成想，養弟弟剛交完卷，小伙就爬了起來開始答題。見此一幕，養弟弟才意識到自己被小伙給耍了。不僅如此，小伙更是僅用10分鐘就完成了答卷。而到了公布成績當天，所有人都早早的來到會場，準備看小伙笑話。就在這時，一個戴着口罩帽子的胖子走了進來。顾元明的死胖子，這次肯定考了倒數第1名，竟然還好意思來。
以為戴着墨鏡口罩就認不出他了嗎？丟人現眼！見狀，姐姐也上前嘲諷了起來，說小伙可真是沒救了，短短幾天又胖了一圈，還說別以為戴了帽子自己就認不出他。說罷，一把扯下了對方頭上的帽子。可就在這時，小伙卻穿着西裝帥氣地走進了會場。我才是顧元敏。